我天生是行走的招财猫。哼，跟我握手的人，股票涨停。老头，股票涨了，股票涨了！真的吗？跟我吃饭的人项目过审。项目过了，提成1000万。Yes。但我自己永远穷得叮当响。哎，小心小心小心！苏念，顾家快垮了，只有你能救。如果顾言之辜负你，你随时可以离婚。顾家每月还给你100万生活费。我想，反正我也没钱可骗，而且对方还答应给钱，就点了头。结婚3年，顾家从破产到上市，我也从出租屋进了独栋豪宅。严哥，小小下周就回国了，你家那个黄脸婆打算怎么办？给他50万，就说公司又破产了，他会信的。那他要是不肯离呢？一个冲着我钱的女人，她要是敢闹，1分钱都别想拿。那这婚什么时候离？你怎么在水里？别废话了，这婚什么时候离？别耽误我找下家。你一个骗子，离了我你什么都不是。我真的是招财猫，除了不会给自己招财，谁碰上我谁发财。而且这3年我在顾家也待烦了。既然如此，签吧。我们好聚好散。你真要离？不是你提的吗？怎么，舍不得我的招财猫体质？你每月除了吃喝玩乐、花钱睡觉，你给我招什么财了？打麻将天胡牌都能输，我看你不是招财猫，你是扫把星才对。行，这婚离定了，但你记住，是我这招财猫不住你家了。我拨通了顾衍之的死对头陆景亨的电话。喂，陆景恒是吧？我是阿苏念，顾衍之的前妻。你打电话来是想跟你结婚。你手里是不是有个卡了3年的政府项目？你怎么知道？下楼，我在你们公司对面，握个手，10分钟内批文下来。收。批文下来了。现在信了吗？你要什么？我说了，结婚。为什么？因为顾衍图说我连麻将都赢不了，是扫把星。我要让他看看，扫把星旺起来，他的死对头能爬多高。回去拿东西，我送你。不用，你去了反而麻烦。有事打电话。顾家别墅。夫人，有事打电话。呀，苏念姐姐回来了，我来帮你收拾东西，怕你一个人忙不过来。我听说你拿了衍之50万，50万够你这种废人花一辈子了。你说谁是废人？我没点名呀。
你别对号入座。小萧，你也太善良了，他骗了顾家3年，还拿了50万分手费，这钱够他回农村盖3层小楼了。林潇潇，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要嫁进来吗？不就是图钱吗？是你未来婆婆跪着求我来。她说顾家要垮了，只有我能救。现在顾家活了，你们开始卸磨杀驴。苏念，别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尚。3年你花了我多少钱？每个月100万生活费，加上黑卡消费，少说也有大几千万。我不管你是招财猫还是扫把星，从我顾家出去的东西，连根毛都不能带走。你身上这件衣服也是用我的钱买的吧？脱下来再走。是他妈送的，顾母亲手挑的，花的是顾母自己的钱，但我懒得解释。那我这3年帮你家赚的10几个亿，你是不是也该算算？你赚的？你除了吃就是睡，你赚什么了？姐姐，你就别嘴硬了，眼着说了，给你3天时间，把3年花的所有钱还回来，不然就报警告你敲诈。报警？敲诈？3年，我帮他把一个濒临破产的顾家变成了市值100亿的上市公司，他连句谢谢都没有，还要我还钱。怎么了？你在给谁打电话？老公，顾衍之让我还钱，说3年花了他大几千万，不还就报警。把卡号发过来。什么？让他等着，10分钟到账。等着。谁给你转的1000万？苏念，那1000万是谁转的？你是不是傍上什么老头了？你猜？林小小，你不是说我是废人吗？废人都能傍上1000万，你这只金凤凰，顾衍之给了你多少？苏念，你别太过分。我过分？是你先说要报警抓我的。顾衍之，欺负招财猫不会有好下场，你就等着吧。婚期打算定在什么时候？日子随便吧，反正你也不是因为喜欢我才娶的，你是为了项目，我是为了气顾衍之，咱们各取所需。如果不是招财猫不给我自己招财，我早就自己打脸顾衍之了。好。林小潇发了一条微博，还艾特了我，终于帮衍之拿下了这个卡了3年的海外项目。他说这是他收到过最好的求婚礼物，感谢命运让我回国，也感谢某些人的离开，毕竟真正的扫把星走了，福气自然就来了。评论区前排全是他买的营销号。林小小才是真正的机理体质吧，一季回国就帮顾氏拿下这么大的项目，比某个骗吃骗喝3年的冒牌货强10000倍。听说那个女人还敲诈了顾总1000万，真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。顾总太善良了，换我直接报警，敲诈几千万够判10年了，真当自己是招财猫了，笑死。这个所谓卡了3年的海外项目，我有点印象。当初顾母求我帮忙的时候，我在顾衍之的书房里看到过那份文件，随手摸了一下封皮，运气好。原来3天就批下来了。要不要我处理？不用，让子弹飞一会儿。对了，你那个跟顾氏竞争的地产项目，明天签约对吧？明天我去现场，让他们看看扫把星到底忘的是谁。第2天，陆氏集团和顾氏集团竞标同一个 AI 智能项目的签约现场。你怎么进来的？这是商业签约，不是菜市场。来看笑话。苏念，你不会是来个陆景行加油的吧？你连 PPT 都看不懂，坐在这儿不嫌丢人？就是，来，给大家直播一下骗男女主现场蹭饭。这你欠了顾总几千万元。苏念，
听见没？全网都说你是扫把星，赶紧走吧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。摸一下。你干嘛？开光啊！笑死我了，真把自己当神仙了。苏念，你一个诈骗犯，还真以为自己是招财猫，笑死人了。陆总，我劝你别被这个女人骗了。她在顾家3年，除了吃就是睡，连份工作都没有。说什么招财猫体质，全是装神弄鬼。衍之当初就是被她骗了。你现在跟她混在一起，小心把陆氏也带沟里去。林小姐，你一个连项目批文编号都背不出来的人，有什么资格说别人是骗子？你还有，苏念是什么人，不需要你来告诉我。我陆景恒做事，也轮不到外人指手画脚。不好意思，来晚了，路上堵车。陆总，合作愉快。这次的项目，我们董事会一致决定交给陆氏。刘总，你确定陆氏报价比我们高15%？你们董事会是不是收了好处？这位是林小小，顾氏集团海外事业部顾问。哦，林小姐，你连我们项目的核心需求都搞不清楚，有什么资格质疑？顾氏的方案我看了，数据模型里的风险漏误算错了3个地方，你要不要我现场给你讲讲？好像林小小确实不太懂项目啊，顾氏不会真的有问题吧？但陆氏报价高那么多，凭什么呢？等等，那个苏念刚才摸了合同，然后刘总助理就来电话了。巧合？刘总，合作讲究诚信，这次竞标我们顾氏从3个月前就开始准备，陆氏半路杀出来，我不信他们没有用非常手段。非常手段？顾总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有些人靠装神弄鬼，有些人靠信这些装神弄鬼的人。商场不是道场，靠摸一下合同就能赢，那大家都去请神婆好了。这话说得够难听。别理疯狗。陆总，有一项附加条款需要再确认，关于技术分成的结算周期，我们法务之前写的是季度付，但董事会希望改成半年付。这个变化我们没有提前沟通。看吧，合同都有问题。陆总，您这项目拿的也太不踏实了。刘总，介意握个手吗？这苏念，你是来搞笑的吧？握个手就能解决问题，那医院都不用开。嗯，苏小姐，我助理说，我卡了半年的城东那块地的审批，刚才下来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也太巧了吧！这也太巧了吧！林小姐，你刚才说我是来干嘛的？搞笑的。苏念，你和陆景恒到底什么关系？我太太苏念1周前领的证。结婚了？不可能！你们才认识几天？苏念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林小姐，我太太的名字从你嘴里叫出来，我不太舒服，麻烦你注意分寸。衍之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苏念，你认真的？
顾衍之，是你先提的离婚，是你说的给我50万让我滚，是你说的我是扫把星。我认真不认真，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。苏念，你别得意，那个海外项目就是我的功劳，我有证据。证据？你说的是这个项目吗？批文编号 GS20210843，批复日期9月17号。这个项目3年前就批了。批复那天，我在顾衍之的书房里看到这份文件压在桌上，随手摸了一下封皮。3天后，顾衍之告诉我项目过了，他说运气好。你昨天才回国，你是怎么帮的？穿越回去帮的吗？我靠！林潇潇撒谎，所以真正的锦鲤是苏念。顾衍之把财神爷赶走了，笑死！那林小小之前还骂人家是骗子，贼喊捉贼，顾氏股价明天会不会崩啊？陆景恒赚翻了，娶了个招财猫，等等。那苏念之前说自己打麻将天胡都能输，但忘别人，这是什么神奇体质？赶紧改标题，把顾氏中标现场改成惊天大反转。3年前，她刚嫁进来的第1天晚上，我加班到很晚回家，路过客厅，看见她蜷在沙发上睡着了，手里还攥着一份顾氏的投资计划书。我当时想，这女人倒是会装，故意在我面前表现。原来，她不是在表现，她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帮我这么一个根本不领情的人。妈，你不是在瑞士吗？怎么？念念，妈来晚了，妈对不起你。3年婚姻，虽然顾衍之从来没给过我一个好脸色，但顾母是真的对我好，每个月的生活费准时到账，逢年过节亲自挑礼物。妈，您别这么说。我当初跪着求你嫁进来的时候说过，如果衍之辜负你，你随时可以离婚。现在他做出这种事儿，我这个当妈的脸都没地方搁。跪着求的，所以不是苏念高攀，是顾家高攀了苏念。这也太反转了吧！今天在场的人多，直播也有几万人在看，有些话我憋了3年，今天必须说清楚。3年前，顾家濒临破产，不是经营问题，是有人做局。顾家所有的项目同时被卡，资金链断了3次，我当时急得快要跳楼。后来有人告诉我，苏家有个姑娘，祖上3代都是特殊体质。她的奶奶当年在一个饭局上跟一个做小生意的男人握了手，那个男人后来成了首富。她的妈妈帮过一个濒临倒闭的工厂，工厂老板的女儿后来嫁进了豪门。我不信这些，但顾家已经走投无路了。我找到苏念的时候，她住在城中村一个10平米的出租屋里，我跪在她面前求她嫁给我儿子，她答应了，不是因为钱，是因为她心软，她看不得一个当妈的跪在地上哭。3年。她嫁进顾家3年，顾家从破产到上市，每一个项目，每一笔投资，她都碰过。你们说是运气也好，说是巧合也好，但事实就是，她来了之后，所有的事情都顺了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苏家祖传的旺运血脉，一脉单传，只望他人，不忘自己。阿姨，别叫我阿姨。林潇潇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？3年前你为什么出国？因为你偷了顾家的东西。一幅画，我书房里那幅齐白石的虾，你趁我不在，卷起来塞进你的行李箱里。我给了你50万，让你走，体体面面的走。我甚至没告诉衍之，因为我不想让他觉得他看错了人。我没有，阿姨你误会了，那幅画是我拿去看看。你拿去看看，需要用胶带缠3层塞进行李箱夹层，需要连夜买机票走。衍之，你要是不信，我现在就可以让人把当年的监控录像调出来，家里每个房间都有监控，你不是不知道。衍之，你信我，我真的没有。你妈她偏心，她一直不喜欢我，她就是想帮苏念说话。顾衍之，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跟你说最后一件事。苏念这3年给顾家赚的钱，保守估计50个亿，没有他，顾氏现在早就被人拆了卖掉了。
这是我在顾氏的所有资产清单，房产、股权、基金、信托加起来大概是顾家1半的家产。今天我全部转给苏念。啊！你疯了！我没疯，这是我当年答应她的。她嫁进来，顾家每月给她100万生活费，她受委屈了，随时可以离婚，顾家给她养老。念念，这是妈的一点心意，你别嫌少。妈，我不要，这些是您的，你必须收。你要是不收，我这辈子都睡不安稳。我的天！所以苏念真的是招财猫，不是骗子。顾衍之这是把财神奶奶赶走了，哈哈哈哈哈！笑死我了！苏念招财猫，热搜第一。林小小偷东西被赶走过，这人设崩的也太彻底了。之前还装白莲花。陆景恒赚翻了，娶了个招财猫，1000万彩礼换50亿项目。等等，苏念说自己打麻将天胡都能输，但忘别人，这是什么神仙体质？我也想蹭蹭。只有我注意到顾母说苏念住在城中村10平米出租屋吗？好心疼。顾衍之不是人，3年不给好脸色，人家帮他把公司从破产带到上市，他连句谢谢都没有。陆景恒冲啊！好好对招财猫，不对，好好对苏念。还有人扒出了他3年前的照片。这张照片看得我眼泪都出来了。他明明可以靠体质赚大钱，但他没有，因为他只能忘别人，不能忘自己。这是什么天使？陆景恒的合同，封面上还有苏念香手指按过的痕迹。虽然什么都看不见，但总觉得那页纸跟别的不一样。3年前，她刚嫁进来的时候，我回到家，看见她坐在客厅里，她穿着一条白裙子，头发湿漉漉的，像是刚洗过澡。她看见我，站起来，笑着说：“你好，我是苏念。”婚后第2天，顾氏股票涨停，我觉得是巧合。第3个月，顾氏拿下了第1个大项目，我觉得是运气好。第1年，顾氏扭亏为盈，我觉得是自己能力强。第2年，顾氏上市，我觉得是市场行情好。第3年，顾氏市值100亿，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我应得的。我把苏念当成了一个蹭吃蹭喝的废物，每个月给他100万生活费的时候，心里想的是，就当养了条会吃饭的狗。现在我知道了，那条狗其实是我的财神爷，是苏念3年前的照片。欺负招财猫不会有好下场。原来你说的都是真的。冷吗？不冷。你奶奶的事是真的？但我妈说这个体质只传给女儿，一代只有一个。我奶奶传给我妈，我妈传给我，我要是以后生个女儿也会传给她。所以我妈从小就告诉我，不要靠这个体质去骗人，也不要去讨好谁。她说这是老天爷给的礼物，但礼物用多了就不灵了。我3年在顾家，其实也没怎么可以用，就是偶尔摸一下文件，碰一下合同。那你还说自己打麻将天胡都能输？那是我自己玩，这个体质只忘别人不忘自己，我自己打麻将当然输啊。笑什么笑？苏念，嗯，那以后我们的女儿也会是招财猫。是谁要跟你生女儿？迟早的事儿。
你怎么知道我生日？结婚证上写的，我记性。每年我生日那天，顾母都会给我发红包订蛋糕。顾衍之呢？她连一句生日快乐都没说过。你这是要金屋藏猫？藏一辈子。说好的各取所需呢？说好的不是为了喜欢才结婚的吗？这个人怎么不按剧本走？那什么，我饿了，你这里有什么吃的？冰箱里有食材，我做。你会做饭？会一点。突然觉得这个男人比想象的有意思多了。顾总，顾氏股价跌了22%，顾氏市值蒸发将近一半。还有个坏消息，顾氏手里同时有3个大项目出了问题。顾总，银行的信贷经理刚才打电话来说，下季度的受限额度可能要收紧。收紧多少？没说，但听口气，至少砍一半。苏念，苏念，顾总，有事？我们谈谈。没什么好谈的。苏念，回来吧，我给你顾氏20%的股份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每年分红就够你花一辈子。顾总，我现在是陆太太，我老公上个月刚转了1000万给我，够我花一阵子了。至于股份，顾阿姨给的那一半家产，我还没想好怎么处理呢。那一半家产是顾母转给我的，价值至少30个亿。顾衍之连反对的资格都没有，因为那是顾母自己的钱。苏念，我知道我以前对你不好，但我可以改，你给我一次机会。顾衍之，你连我生日都不知道，你改什么？你改得了你3年没正眼看过我这件事吗？顾总，请离我太太远一点。苏念，上次是我太急了，说话不好听。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，顾衍之，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花吗？红玫瑰，你连这个都不知道，谈什么？顾衍之的第3次挽回触碰了我的底线，他找到了我奶奶的墓地，我奶奶的公墓位置很偏，连导航都搜不到，不知道顾衍之是怎么找到的。顾衍之，你够了！你连我奶奶都不放过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苏念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是认真的，我愿意了解你的过去，了解你的家人，你奶奶的事儿，我都想知道。我不是只在乎你的体质，我在乎的是你这个人。你在乎的是我这个人，顾衍之，你连我奶奶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，你站在她的墓前，连她的照片都不敢看，你在乎个屁！顾衍之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就算我这辈子不嫁人，就算我这辈子一个人过，我也不会再回到你身边，因为你根本不配。这是……过来。
苏念，我娶你，一开始确实是为了那个项目，这一点我不想骗你。但现在不是了。我想和你过一辈子，不是因为你的体质，是因为你是苏念，是因为你在顾家受了3年委屈，还能笑着从宠池里探出脑袋说那这婚什么时候离，是因为你被全网骂成骗子，还能跟我说让子弹飞一会儿，是因为你明明可以靠体质赚大钱，却愿意住在城中村的出租屋里，不欠任何人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你给我打电话，站在我公司楼下的时候。那时候我就想，这个女人我要定了。但这次不是难过的眼泪，是甜的。我想这大概就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投资了。不是帮顾家赚的50个亿，不是顾母给的1半家产，而是眼前这个人，一个把我当人看而不是当招财猫看的人。3个月后，顾氏被陆氏收购了。签收购协议的那天，顾衍之和陆景恒又坐在了同一张桌子前。上一次是3个月前在签约现场，顾衍之还是竞争对手，这一次他是被收购方。签完字之后，其他人都走了，会议室里只剩下他们2个。你信吗？他在我家3年，我从来没正眼看过他。我信。我是不是很蠢？是。顾衍之，你不是蠢，你是瞎。他帮了你3年，你连一句谢谢都没说过。你失去的不是一个招财猫，是一个真心对你好的人。所以我比你幸运。顾母说到做到，她把顾家1半的家产全部转到了苏念名下。苏念成了顾氏最大的个人股东。虽然顾氏已经被陆氏收购了，但那些资产换算成现金，保守估计超过30亿。太多了，妈，我真的不能要这么多。念念，你必须拿着，这是妈欠你的。当年我跪着求你嫁进来的时候说过，如果你受了委屈，顾家给你养老。现在衍之那个混账东西把你赶走了，我说到做到。妈，那你以后怎么办？我有手有脚，还有瑞士那个小公寓够我住了。而且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最近投资了一个项目，赚了不少钱。你说巧不巧？自从离开顾衍之，我的运气都变好了。怎么了？你管管你的网友，他们都叫我财神奶奶。财神奶奶，晚上想吃什么？你才是财神奶奶，你全家都是财神奶奶。我全家现在不就你一个吗？所以你承认你是我全家了？做饭去，我饿了。苏念，
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见证，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，不是拿下哪个项目，不是收购哪家公司，而是在那个电话里说了一个好字。你说要跟我结婚，我说好。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。等会儿婚礼结束，你跟每个来宾都握一下手。为什么？因为跟我握手的人股票会涨停。今天来的都是你的朋友和合作伙伴，给他们发个红包。当天晚上，300多位来宾的股票全部涨停。这就是招财猫的实力吗？我下次结婚也要请苏念来握手。不对，你首先得有个婚礼。陆景恒上辈子是拯救了银河系吧？顾衍之现在是什么心情？在线等急。怎么了？谁惹你了？没人惹我。刚接到通知，我随手投的一个新能源项目今天上市了，开盘涨了300%。不用谢，招财猫的日常操作。苏念，你什么时候给我生个小招财猫？你躲不掉的。陆景恒，你放开我！你衣服打湿了。打湿了就打湿了，反正这辈子我不会再放开你了。这就是他的结局吗？从一个穷得叮当响的招财猫，变成了陆景恒的妻子，住进江景豪宅，账户里有30亿，还有一个愿意给他擦头发的男人，他觉得挺好的，不是太好了，好到他想把这份好运分一点点给自己。因为他突然发现，嫁给陆景恒这件事，本身就他给自己招到的最大的财。